双子杀手主要讲是一个年老的杀手，他要退休了，然后碰到自己的一个克隆人，年轻版本的自己，两个经过打斗呢，反映到就一个人的两面性的一个挣扎。那里面动作戏很多，有一点悬疑，也有一些身份认同的这样的戏剧在里面。那他这个片子在业界里面巡回了很久，克隆人需要用一个电脑模拟做出一个真人的样子，就技术上他做不到。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们要找我我当然有一点名气吧，而且我各种类型的片子都试过。他原来就是纯粹的动作片，这个克隆人嘛，好像没有什么人性，一波一波的打上来。那我希望在这个角色的反省里面做一些功课。他们两个人先天一样，可是后天的培养不一样，老的有经验，年幼的有一些单纯，这两个的对比，会是怎么样的冲击？所以我就要改写故事，花了有半年的时间。Will Smith 这样的大明星，我们会挑他，选择跟他合作。跟他的身价跟大家的印象是有关系。他从过去一直红到现在，他现在也在中年，在那边挣扎啦，想表演啦，就是各方面。我说你先来看一看我要怎么拍，他就说 at your service， 就是为你服务你说什么就怎么办就怎么办，完全交到你手里面。 My name is Pai Patel。 在少年派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 3D， 我是一个非常死硬派的那个胶片导演。可是自从少年派以后，我进入了数码跟3度空间的这种电影的存在里面。从不伊林安开始一直在摸索，就是说它的格数跟清晰度要升高。电影本身的本质是好像变了，然后必须用数码来表达，因为影片它做不到。那我们现在在iPhone 上面都能看了但不像我小时候，我要去体验的时候，我必须要进电影院。那现在的电影感在数码的时代应该怎么样的介入，怎么样让观众群聚在一个黑屋子里面能够投入一个虚构的故事里。不过我做了10年了，我觉得刚刚好像有一点感觉。我的幼稚期比较长，少年派、比利林恩、双子杀手的，这是我的成长。到我现在进入老年了，我还是要成长。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做梦蛮可爱的，我那时候光专心做梦，所以人就比较忽悠不够勤奋，我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。有的时候希望年轻的时候能够多振作一点朋友啦、工作人员、家人啊，能够不要那么内向，有更好的交流跟付出。我已经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也不能再回头了。有时候我在想说我能够再年轻20岁多好可是我想活到老学到老。